这是个啥地儿啊？发现一具被焚烧的无名尸体。啊！我好害怕。这里有血，烟头吧，下面好像有东西。不明黄色液体，火机。给大家任务是对这个无名尸体做法医鉴定。需要知道身高，身高是多少156。？4颗牙齿脱落了，肯定是老年人了。这个太高了，这个太矮了。这个面部女尸，可以出发了。您好，这是米粉店吗？你跟我一组是吗？对对对。这边有一个监控器，我们需要查一下。哎，这有把刀。驾校那里发现了一辆不明的车辆，车轮上面有血迹。墓地的位置是一个比较陡的一个下坡，极有可能产生危险。如果是辆车，就很难刹车的情况，就有可能是被车撞的。车撞小腿。致死了之后，嫌疑人还会想要去焚尸的这个心理动机是毁坏证据、毁尸灭迹。那他这个直接死因是烧的还是这个外伤？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Hello， 我把一些线索给你们拿回来了。梓潼姐嘞？梓潼姐，还有梓潼姐。哦不，雨桐。梓潼姐和雨桐哥哥，你梓潼姐在这儿呢。还有雨桐哥哥。快，带你去我们办公的地方。哎，你们来啦，坐吧，辛苦啦。这是我的搭档。我们刚打过视频了吗？那位是叫白羽帆，是我们新的一位飞行助力团成员。我们先跟羽帆打个招呼。来，给你介绍一下吧。这是我的搭档白羽帆。叔叔见面，你好，哥好。你好，辛苦。那咱们待会儿再唠，我们现在先搞这个案件。好。加油，5点半汇报。好的，老师。 08分，现在还有22。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是现场的那个汽油，还有它的指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那个焚烧现场，我又打回来一些灰烬和那些残破的衣服。灰烬残破衣服。这是在那个驾校那辆车。小七，这儿有血迹。右前台周边有血迹，以及右前台上面就有明显的血迹。右前侧的车大灯。 然后有明显的破损的痕迹和血迹，所以说如果说是车从这儿下来的话，正好是右前侧是正好能够撞到它。哦，对，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你说那个教练车上有血痕的那个提了吗？就是这个车，都是同一辆车，跟我们现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那他是不是被教练车撞到？ 我们其实有这个怀疑，因为去墓地的那个地方是一个下坡，哎呦，然后它又是一个市区盲角，很容易被撞。那假如撞到它的左边，它倒向右边，且有可能其实倒到了那个沟里。这个沟里面有什么石头之类的？有很多，沟里很多石头。沟中的石头确定没有血痕跟血痕？我们找了，但是真的没有看到任何带血的石头。那他这个头上的损伤怎么来的呢？ 还有5分钟，等会儿那就谁汇报？组长汇报吧。那咱们把咱们的结论大致写一下吧。你是组长，所以你来汇报吗？好，行。先把书拿过去，先连电脑，一边连电脑一边说。咱们走吧，到时间了，走吧。
咱们坐这边。Hello， 刘涛。Hello。老师好。大家请坐。我们有请了这个我们武汉市公安局的辛瑞鹏这个副教授给大家做指导。我们现在晚上是这样的一个小节，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摆放了这个模拟案件的沙盘。公安机关在做案件现场分析时，也会用到相同的方式，将收集到的物证摆放在沙盘的相应的位置，方便更直观、全面梳理物证，形成有效证据链。前面让你们写了一个物证清单，现在是每个组轮流着汇报，一次说一条，由我们这个周老师判断你这个信息是不是有效的。有效证据。辛老师、辛教官呢就会把这个牌子给一个你们，把你们发现的是什么东西放在这个图上的相应的这个区域里面去，双方发现同样的就是可以的。可以咱们有的都算有效。然后我们就看看谁的这个有效性更多。哪一组先来？男生组还是女生组？你想先来，想后来？我都行。好，那我们先来吧。那就请女生组。好，我先说一样，我先说这个药瓶吧。这个药瓶是在米粉店找到的一个维生素 B 的药瓶。那你想把它做什么东西呢？我想查一下它这个药的成分是什么。这个是无效证据。哦，无效证据。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烟头，我们可能要取它的 DNA。无效证据。我们在墓地发现了一个烟盒，依然是无效证据。今天是打有效证据啊。老师，我们在车上面发现了血迹，右前车灯要做 DNA 取样。有效证据。我们也写了。可以咱们有的都算有效。那你们就把这个贴上去，写上字，放在这个图上的相应的这个区域里面去。在驾校。车的那个座位上面是有血迹的。有效证据。我们拍了，上面有。驾校。这个是死者附近的，看里面的成分，然后呢也要提它表面的 DNA。有效证据。我们也写了。纸堆中间发现的一个蓝色打火机，还是 DNA 做指纹的提取。有效证据。我们有。双方很焦灼。下一个你们要什么？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块泥土，上面有一个花纹的痕迹，需要跟驾校里面的车的花纹痕迹做个对比。这个可以算有效的，可以。这个是案发现场专门找的有焚烧痕迹的这个一个木棍。指纹 DNA 有效证据。我们有。我们想提取一下方向盘上的指纹和 DNA。教练车。有效证据。驾校车上面那把锐器的 DNA， 以及如果上面有血迹的话，做血迹的分析。是有效证据。我们也要。我们想复原一下那个老奶奶手环上的那个路线啊，这样的数据。有效证据。我们也要这个。驾校车轮胎上的血迹。我们也写了。我们也写了。同样有效证据。它那个车轮胎上面的和它滴落在车旁边的可以算2个吗？可以。我们写的说完了。写的说完了是吧？好。让我们想想还有什么。那先说这个吧。这个是被焚烧过的衣物的残留 DNA 以及毒物分析。你焚烧的地方 DNA 怎么取啊？这个？那能不能测我们灰烬当中的燃烧物是否都是衣服烧煮出来的，还是会有其他的燃烧物？对。行，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是说作为衣服的这个燃烧残留物的一个成分。我们也提了，但我们也没有写到就是残留物这个事情。那就都给呗。都给一个啊。好，这个。所以你们以后的这个要有这个印象了。我们除了 DNA 以外，除了还有理化的成分这些东西。好的。成分。他们领先我们一个。我们要驾校单位办公室的指甲刀的 DNA 和指纹。无效证据。
我们在现场有发现这个矿泉水瓶，想看看矿泉水瓶上面的指纹，依然是无效证据。还有啥？那就是现场的那2只鞋。问 DNA， 有效证据。好的，谢谢老师。你们有没有？都说了吗？好。好，这是我们这个第一轮这样一个信息的一个互相提取，目前是一个平手，但是可能在无效信息上面，这边稍提的多了一点。那这样，因为我们邢老师在这儿，觉得里面有什么东西还可以请教一下。我其实想了解一下老师们在取证的过程，我们标准的流程会是一个怎样的流程？我就站在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发现哪里有一个伤者，或者说你怀疑他死了，咱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个肯定就是报案。大家如果懂医护知识，如果他还有生命体征，就要给他紧急施救一下。如果你不懂，你也不要乱动，因为咱们每个公民啊都有这个现场保护的义务。等公安机关过来之后呢，你就把你在现场做哪些事情，接触过哪些东西，要跟公安机关说一下。至于我们会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呢？按照法律手续，先固定后提取。好，谢谢邢老师。回到我们这个重点了，实习生，你们每个组派一个人出来，把这个人死因给我们表述一下。如果你们组内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表述出来，好吧？好，那我们先来吧。我们这组是通过尸体的解剖，颅脑的骨折，头皮创口有8公分，呼吸道有少量的炭末沉着，他的背部有肌群的一个出血，还有疑似的一个骨折。他的上颚的右侧有3颗后磨牙脱落，小腿皮下损伤，肌肉出血。DNA 确定是失踪的奶奶。徐一宁和向晴晴，时间这种管理上面，这个效率上面来说，反应比较快，决断比较快。谢谢你拍我记录啊。行，来各做各自的工作。其实我觉得这张更符合一点，是最符合市场的那个身高的。我们先走了。那先走了。这是我对他们比较满意的地方。通过案情调查及现场的一个勘查，可排除电击、溺水、中毒死，还有猝死、高低温及其他等。它的一个死因的话，我们这边定为交通事故机械性损伤后死后焚尸。稍微补充一下点，就是关于为什么觉得他遭受过交通事故，因为他脚上是有一个损伤的，背部也有损伤，头部也有损伤，就是比较符合那个交通事故损伤3联症的这样一种表现。我们排除生前烧伤是碳氧血红蛋白浓度较低38%。好，陈实。好，行。我们这个第6案，然后总结下来，首先就是先观察他的尸表，然后大体解剖，还有一个病理情况。首先第一点，他的尸长是142厘米，资料显示他好像是1.6米，所以是有个烧伤过后的身长的缩短。然后是女性，仰卧位，拳斗姿势，双脚赤足。第二点，全身大面积烧伤，尸表油腻，眼部改变，具体是这个睫毛增厚。以及这个眼角鹅爪状改变。第3点是左侧颞顶部不规则的皮下血肿。第4点左侧耻骨骨折。第5点口鼻腔大量炭末沉淀。据我的观察，这段时间来以后呢，陈实在这里面它不稳定，出现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分数，50分。你们是巨大的进步，特别是陈实80分，陈实74分，所以我可能对他的关注会更多一点。然后死因的话，我们组内一致认为是生前烧死。然后我们组主要的原因，首先就是他的这个肺部镜下是有炭末沉着的，其次就是据我了解，如果是死后焚尸的话，碳氧血红蛋白饱和度应该是无或者是少量，它的碳氧血红蛋白饱和度达到了一个38%。死于火场的人应该是50%到70%，但是老人和儿童是可以少量。
所以我们组是一致认同它是一个生前烧死的一个表现。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沉下心来在这。下午写那个鉴定意见，我觉得写得挺好的，真的是超乎我的意料。关于死因呢，我们组目前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的徐哥他认为是一个烧死伴机械性损伤，是一个联合的死因。然后我自己的首先是关于这个头部的外伤，我其实有一点不确定，因为在烧死的这个过程中，头骨也可能有就是骨折，颅脑的这个损伤可能是因为被车撞了，也可能是因为高温的原因。你们两组的这个死因是有分歧的，是不是？现在新的情况来了，有2份这个笔录可能对你们有帮助。好，我先开始第3轮的案情资料。我是学员，今年28岁，工作很忙，总挤出时间来驾校学车。于是我下班之后给教练打个电话，和他说我给他加钱，求他晚上带我练车。我前一晚没睡，白天又打了1天的游戏，我又困又累。我一晃神儿就看到了什么东西被我撞了一下。撞人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怎么搞的？我也不知道啊。后面都是教练安排的。他看道路旁边堆着一堆水泥管子，我们就一起把尸体搬起来，扔在那儿。我们俩还拿树枝把那些东西盖住了，怕人发现。当时我们怕有什么痕迹，所以还一起把车洗了。至于烧尸体，我们压根儿没烧尸体，天地良心。看教练怎么说的。教练口供：我是教练，男，38岁。当天晚上我陪他练车，这时候我儿子打电话给我，问我一道题。我正准备给儿子打电话的时候，学员撞人了。然后我们就下车检查，看到是一个老奶奶。我当时也是害怕，就提出把尸体搬到路边扔了，然后就跑了。我不敢相信他还能把尸体给烧了，这种事儿他怎么能干得出来？现在2份口供，很矛盾的口供，所以大家自己甄别甄别。反正我们都知道，的确是学员开车撞人了。对，这个是相同点。对，但是不同点是撞完人之后产生了分歧。这2人串供，谁都不说，对，互相推诿。互相推诿啊。对。怎么去证明他有这个事或者没有这个事？就是去看刚才我们提的那些现场的物证的 DNA， 跟学员和教练有没有关系？他们中间有一个环节，说是把它扔到那个水泥管里，用树枝盖了一个动作。道路旁边堆着一堆水泥管子，我们就一起把尸体搬起来，扔在那儿。我们俩还拿树枝把那些东西盖住了，怕人发现。水泥管堆这个地方我们是没有看的，因为我们是直接在焚烧的这个地方看到了水泥管。这个地方我们水泥管堆是在口供里面说的，但其实我们是没有看过的。我们就一起把尸体搬起来，扔在那儿。我不敢相信他还能把尸体给烧了。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就需要经过我们的邢老师，他晚上要带着你们去做复勘。目的是什么呢？找到印证他的或者排除他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大概明天上午10点左右，我们再集中再做一个后面的汇报。一个是这个死者的死亡原因，第2个呢是这个事件的重建。所以我们今天这个1天的工作，到现在为止，只是把这个幕拉开了。最后的这个确认，
还要等到明天。大家振奋精神啊！今天很累，但是我们为了把案子早点破获，我们争取晚上给提到更多的证据，好不好？大家加油啊！好的，加油。哦，出发出发。老师坐哪呢？我坐这里，我坐这里。坐您旁边。东西都带齐了是吧？我们带好了笔记。师兄，像现在就是公安工作中，这个法医掌握的这些刑事技术的东西会很多吗？现在？我刚上班的时候，说实话，就主要就是法医的东西挺多。哎，说点硬话，你要是选择法医，都是心里面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职业的，是吧？你要不喜欢的话，你不太可能去能一直坚持的干。然后你们，学校上学的时候用过兜转光源没有？听过，但是没实践过。我今天带了一套，我过去我会教你们用一下。哇，兜转光源赚到！你们有没有学法医物证的？我是学法医物证学的。啊，法医物证用的比较多，我们做现勘肯定这个东西也是必配的，哎，所以大家去了之后拿这个东西多去搜索一下。应该快到了。走吧。我们就到这个现场了。今天晚上主要的任务啊，结合自己今天下午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两个现场再搜索一下痕迹物证。一个现场怀疑就是一个撞车爆车的地点，男主先在这边勘察，然后那边有一个现场就是我们焚尸的现场，然后女生组先去那边勘察。从我们破案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形成一个整个的现场还原。你们这边还原的越准确，侦查人员的审讯工作就越好开展。半个小时，然后大家交换。好。我先带他们女生组先去那边。教练车。我们为了确定车子跟这个犯罪有什么关系，经过视频追踪，就把那个车子给他找到了，然后牵到这里来。好，把个人防护器具带一下。好。我先教你们用一下这个多段光源。我们这个是一套有白光、蓝光、紫光3种不同颜色的光，它不同的光要带相应的滤色镜。白光的话就带这种双玻璃的眼镜，蓝光要配一个橙色的护目镜。今天晚上我们就主要用个白色光镜大面积的搜索，然后如果你有不确定的地方，一会儿再用那个蓝光去，会有一个荧光反应。你偏找吧，给。那我来找，然后你来拍照记录。好。你先把整体拍一下，就是前后左右。这里不确定是不是血迹。这有个指纹，同学们。会不会想打开？天经地义，告示牌。嚯，流血。哎，这个它是单纯哭着还是包裹遗体呢？不是拍了照，到时候可以做一下DNA。好的，这里面应该没有什么别的。我这里有一个痕迹。好，我从那边上，你可以从这边看一下。然后这里有个红色的痕迹。注意时间啊，还有10分钟，我先去那边看一下。好。巧遇找到，跟我俩说，我记。这是血迹吧？
是，乔宇你照着，然后拍上。滴落处血迹，然后这个管子上有血迹，看见吗？这里这么多，擦拭状，这还有副眼镜啊，眼睛上有血。对的。哎，这里有个，哎，这不是他的包吗？小黑包，老年眼镜、眼镜盒、眼镜布，里面有个手机，来快，打不开。树枝了，这上面有血，有好多地方都有啊，很多血迹啊，这么多。走去那个路边那撞车点看一眼。血迹，烟盒。地下有刹车的痕迹吗？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还有，刹了很远。这个是烟吗？是啊，那是血。现在就是推测他的撞完之后，然后转移到了那个位置。你要加快进度，还有5分钟了。刀拍一下。好，这有那个泥土，还有疑似血迹。好的。好。还有1分钟啊，大家加油。然后这个刹车印也给我标一下，然后把2个放在一起拍。我再找一下这个，知道没看到哪里有血，这个就有。对。好。这口罩是吗？这个油罐。酒瓶。好，时间到了，把物证标牌一收。好的。过去跟他们交换现场。时间到了啊，换一下。好的，好的。我想戴你这个眼镜。那。好帅啊！好帅啊 ！Thank you。朝越搜吧，朝越搜。我先走一圈吧。右前方有一个。右前大灯血迹啊。好像一圈就只有这个地方有。你不行，带那个蓝的，你再看一眼，毕竟他说他洗车了，明显的血迹不是那么多。好。啊！怎么了？看得见吗？看得见，这里，就是这，这是个手掌印，能看到吗？我看不到，那你就说描述一下我写吗？只有2个手印，好厉害！用了那个灯，戴上之后可以看到很多看不到的手印或者血迹，感觉好像是我看到了犯罪嫌疑人怎么样在这个地方搬动尸体，对我来说是很激动的。我去看一下车里面，有吗？这么大一把砍刀，有血吗？上面没有明显的血，但是可能有一点点，他可能洗过。这有血迹哪儿？这里。1319。1319。主驾驶上面有毛发。主驾驶上面有毛发。对的。这些把手什么的，你是不是要？我每个把手都看了的。哦，每个把手都看了。好。又找到一个。这里，有这里血迹。右侧车门。就血迹吧，没有具体形态了。哦，那个保险杠的高度，这么重要的，量起来。OK。副驾驶上面的那一个血迹吗？不是啊。不是。那个抽屉里面有毛巾，上面好像有血。OK。啊！哎呦，你是咋了？没电了？没有，我休息一下。你可以休息一会儿呢。哎，安全带上面。对，安全带摸过，肯定摸过。哇，还是潮域细节呀！那是。小刘复勘的时候很辛苦，
一直在很认真的在现场每一个角落都在搜索，能够发现一些是吧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他的专业素养无需置疑。还有15分钟啊，你们看着点时间。这有血迹，疑似血迹。树枝，前面有一堆这么快。找到了，跟血的方向也是符合的。这么多血迹，对，这里也有，这里是像滴落的那种感觉。哦，还有10分钟啊，你们再把这个过程好好回想一下。这里是第一的案发现场，是就在这里，一个急刹车撞到了这个老奶奶，然后他们就搬运，然后在这里就有一些滴落的血，滴落一直滴落，这里都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这个血迹很明显就是一个拖拽产生的一个血迹，然后它的一个走向往那边，哎，是往那边走的，它肯定爬，它也不可能往那个方向爬。我个人觉得是2种可能。第一种就是拖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担心太暴露了，就往里藏，往里藏的过程中才会产生那个拖拽型的血迹。第二个猜测就是到这里他们发现人还活着，但是他们又没有选择去报警的情况下，又不想让警方查到什么，就会心生歹念，又在这里进行了找致伤物，对遗体造成了2次的一个损伤。没电筒了，看不清啊。有没有书？没有看到什么钝器。还有5分钟了，快，我们时间不多了。哎，这里有啥？这里有很多点滴状的血是吧？车胎长度来对一下。车轮胎印，128、127。它应该是放在后备箱里运过去的。哎，后备箱你得看一眼。哦，这可能是装尸体的。还有1分钟了，快，没时间了。帮你拉，看里面有印吗？没有。抓紧时间走吧。入口这里有一堆烟头。哦，旭姐，你看，火机。打火机。哎，这个纸扎。好，大家把东西收拾一下吧，时间到了。看得眼花了吧？光强度还比较大。他的视线太小，就只有这么一点。你们搞得还是细心。那咱们也细心，有曹玉这种细心，主要是曹玉看到。主要曹玉太细心了。走吧。好。是这样的，你们这个副刊我也看了，搞得都比较过细，该提的呀、该找的地方也已经找了，就等你们回去把这个东西是吧，再做进一步检验，然后再去判断，然后证据要形成证据链。你们结合你们当时还原那个现场，结合他整个作案过程，你们要把证据链整个还原出来，看哪一块有矛盾点，然后有矛盾点能不能很好的给它合理的解释出来。那我们就这样结束收队。好，哎，大家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老师，辛苦老师。车来啦。走吧。好的。第一次参加这样野外的一个现场勘查，在看不清的情况下，还有很多干扰的因素，还是很艰难的。其实对我来说，算是我一次比较真正意义上的这种现场勘查。我们又怕漏下很多东西，但是又想去缩小这个侦查范围，所以这个我觉得就需要很多的经验，才能找到那个度。对以后的这些现场勘查工作充满期待。Older chests reveal themselves like a crack in the wall. We're starting small,
真的非常非常疲惫。从今天早上一开始到现在，是身体跟脑力的双重疲惫。是了37厘米。快跑，快跑，快跑！对我们的考验是很大的。虽然我们的工作很辛苦，但是真的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任何一个关键物证的发现，都可能会决定这个整个案件的走向。早上好。谢谢。现场入口处大型车纹上，是在那里吗？还是在别的地方？早上好啊，石哥。徐哥，早上好啊。老师，我把那个发给你吧。好的，谢谢。老师好。老师好。昨天溪水有个案子，做的是酒精的，你看一眼。曲总来。哎，他在跟刘头他们在一起说事儿吧？哦，对，马上刘头要过生日了。对。对。你们不知道刘头生日吗？不知。你们之前有帮他过吗？就是吃吃饭呐，唱唱歌啊。那我们今年来点不一样的。主要是不知道刘头喜不喜欢惊喜。陈实是惊喜大师。陈实策划一下。带刘头玩剧本杀，是不是分分钟就结束了？你是觉得我们案件做的还不够多是吗？不是。打剧本杀感觉好像还在工作的样子。那你们想想吧，我去把那个案子给你找出来。好。刘头，刘头，哎，刘头，说一下，你们昨天晚上不是又去搜了这个现场复勘吗？肯定也搜了很多证据，啊。那我现在是这样子的，主要是2个嫌疑人要推断这个事情谁做的。那么这样你们收了海量的这种证据情况下，你们挑6个出来。还有这个火机，蓝色打火机，有效证据。木棍，血迹，锐器，有效证据。管子上有血迹。这里这么多证据，要形成证据链。你们最需要的6个证据。10分钟以后我来找你们要，好，赶快商量啊。讨论一下吧。证明他在现场。Hello， 哥姐好，早上好。早上好，2位美少女。Hello， 艾瑞爸。Hello。听说你们昨晚上爬到了很晚很晚。有点。我们一起来梳理梳理。你看，我们复盘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案件重演的话，我们需要哪些东西哈？先证明车祸，再证明搬运，再证明分尸。从这块开始就有问题了，把尸体搬到路边。对，水泥管地上的血 DNA， 证明是这个奶奶是吧？有被搬运到那个地方去。那个是运到乱石岗，那么后备箱的指纹跟 DNA 都是需要的，因为他是把那个它放在了后备箱里面。方向盘的呢？万一是2个人一起的呢？它是一个比较难提取的物证，因为方向盘很多人会开，特别是他驾校的车，没有办法判断在那个时间点是谁在开的。行进方向要，可以看出
他22:55之前在乱石岗附近，还是之后在乱石岗附近？还有一个要我们推测撞老太太的那个时间段，旁边有哪些车辆过，我们可以从他们那儿获得一些信息。所有的这些你能采到的什么视频呀也好，笔录也好。现在6个线索里面，后面的肯定是要能够最直接指向转移和焚烧尸体的这一步骤里面的人。打火机，打火机有效。打火机。衣服，作案物嘛？作案物是那个油瓶子、木棍，这3个了吗？这3个都是为了确定纵火人信息的。对的。然后就是焚烧的东西，机油瓶跟打火机。我觉得管道上的那个血附近是可以采下指纹或者 DNA 的。还有最后一个了。还有什么？就你得从那个水泥堆那边找一个信息点。不一定是2个人去动那个树枝。但是你可以看谁碰过那个树枝啊？哎，和那个砍刀有没有关系啊？哦，也可能是焚烧尸体的时候为了助燃物嘛。最后一个非要选就选那个柴火棍，那就柴火棍吧，就是一个完整的链子。证据链。行，把你们要的这个清单给我。好。行。把那个清单给你们，其中有一份呢，这个里面写了一个管道内壁的这个血痕在哪个地方？我们有拍照，有照片。这哪？这是管口啊。管口。好，给了5份信息，但如果这个核实的是一个管口的话，就还有一个情报给你。然后你们好好准备准备。谢谢老师。你们来了。好的。你们要了6份需要的材料，现在我给你们，可以得到的一共是4份。有2份呢，我给你们口述一下，车上的那个凶器没有血迹，所以也无法查出 DNA 来。好的。第2个是那个当时的道路上面行车车辆的监视仪，当时那段时间没有车辆来往。所以你们现在可能要准备10分钟，我们的汇报是分组进去的，因为你考虑你们男生人多，所以你们和助理团到时候先进去。好的，谢谢刘头，辛苦刘头，谢谢您。快看吧，看，快。哎，有指纹，管口的指纹属于教练。哇，所以这个真的是有效信息。学员在啊，学员在。这个是奶奶的，奶奶在后备箱的血。它上面的痕迹全是一个人的。啊？走吧，走吧。加油。好的。那咱们就先说这个物证，然后我说死因，然后老徐对我分析案情，咱们就。然后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补充的话，你们跟我们说就行了，我们就帮你们补充。老师好，老师。哎，好。大家注意了，我们现在是要启动一个终极考核了。考核之前呢，非常高兴的，请了我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这个诉讼法系的主任陈实老师，陈实教授。先请你们把你们上午的找到的那6个关键证据摆在沙盘上面。你说我来，这里应该是有3个。现场助燃物、打火机以及木棍的上面的 DNA 的提取。然后第4个应该是行进方向。好，现在我们需要你们对整个案件做2个方面的汇报，一个是这个死者的死亡原因，第2个呢是这个事件的重建。你们中间看谁来做汇报？我直接开始说这个死因，然后由老徐说一个这个案件的还原。
首先，尸表检查当中，左侧睑睫毛残存1厘米的一个情况，符合烧死情况下睫毛增厚。然后呢，在解剖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头部打开颅腔，脑组织已经游离了，然后右颞部可见13厘米的一个线性骨折。然后呢，在对肺部的检查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部分细支气管黏膜、细胞核拉伸延长，出现了这个栅栏状排列。这个也是烧死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所以呢，我们对于死亡的原因结论就是他是生前烧死的。在死因方面上面，我们3个人是有这个分歧的。是这样，就是我们3个人都承认是生前就遭受了这个烧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具体是不是烧死，我们3个是觉得是不一样的。单纯的烧死的话，它一氧化碳浓度会更高，它这个血液中。但是如果是他死后再进行焚烧的话，这个浓度应该会很低才对。所以它介于2个之间，我觉得应该是处于一个外伤后导致的濒死状态下，吸入了一氧化碳。然后才导致了这个不够致死量，但是也比较高的这个碳氧血红蛋白的浓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机械性外伤合并的烧伤的一个联合死因。目前的结论和橘子同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联合死因。因为昨天我讲的一个是颅脑的损伤是因为高温引起的。这个头部的外伤，我其实有一点不确定，因为在烧死的这个过程中，头骨也可能有就是骨折，但现在来看，我觉得是不太符合高温的一个症状。一个是他的出血主要是蛛网膜下腔出血，没有一个硬膜外的热血肿，然后包括他的骨折，然后我们也看到骨折线是两个线性的骨折线，也不符合就是高温导致颅骨骨折那种星芒状的，所以我也觉得死因这方面是一个联合的死因。第一轮汇报当中，刘朝玉呢，他不敢确定这个人是生前的还是死后烧出来的，但是他在经过了这个复盘推理，确定了这个死者的死因为联合死因。我觉得敢于更正自己前期的一些想法，听取他人意见，我觉得他这点做得非常棒。然后我们讲一下案情还原思路。我们经过2次现场勘查呢，推测在水泥管堆旁边这个土路这个位置，就是驾校学员与驾校教练开车撞倒了奶奶。推测下一步呢，他们发现这个奶奶撞倒之后，把这个奶奶转移到了这个水泥管堆，这也就是第1次的转移。然后呢，再推断他第2次又来到了现场，用载具把奶奶转移到了乱石岗。为什么觉得是用载具呢？是因为从水泥管堆到乱石岗之间是没有血迹的，但是有车辙，而且这个车辙的这个数据是跟这水泥管堆附近，然后第1现场这些数据都是相吻合的。就是我们最后拿的这就乱石岗的这3个物证：现场助燃物、打火机以及木棍的上面的 DNA 的提取，然后经过报告就是显示都是由教练留下的。我们现在能断定的是，至少这个焚烧的过程教练是有参与的，也就是说他的口供不是能完全相信的。补充朝玉一点，就是说，虽然说在乱石岗这附近都是教练的指纹，但是也并不排除学员在场这个可能性。我们待会一起再点评和总结，所以呢，你们现在就先暂时出去，把另外一组人请进来。好嘞，明白。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的，谢谢老师。怎么样？你们听感怎么样？我感觉其实咱们问题不大。反正就是把现有的东西理清楚了。他们请你们去做一个解答。要还你的本地。去吧，加油！加油！
老师好。啊，你好，雨桐你好。开始之前呢，就希望你们把刚才上午找的那6个证据，按照这个图上的，你们把这个放上去。你来说是哪个？我来摆吧。好的。管道内壁的一个鉴定，还有现场的一个打火机，还有现场的一个塑料水瓶。哦。水泥管岩壁的一个擦拭物，柴火棍，还有就是教练车后备箱的一个擦拭物。经过各种勘查以及第1天、第2天得出来的一个死因是机械性损伤合并烧伤的联合死因。我们后续的一个推断思路是结合到它太氧血红蛋白的一个饱和度，因为生前焚尸的一些特征性比较显著，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结论。一个是他因为交通事故受到了严重的机械性损伤，这个损伤情况其实是已经比较严重了，然后会让他就是处于一个濒死的状态，但是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生命，之后又对他进行了这个焚烧的行为。太氧血红蛋白浓度只有38，它其实是相对于正常烧伤尸体是一个比较低的值。我的判断是，第一是因为他是一个老人，呼吸作用可能就会相较其他人要弱一点，然后再加上他是一个受伤的状态。好，那我们就谈第2个问题吧。我们对于案件的还原，就是我们觉得第一案发现场应该是，水泥管附近有一个路。我们昨天去复勘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明显的刹车痕迹，然后周围也有大量的血迹，判断他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出的交通事故，然后2个人就是合力把他搬到了水泥管附近，因为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血迹大多是滴落的，而不是拖拽的。这里是像滴落的那种感觉。这个血迹很明显就是一个拖拽产生的一个血迹，拖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担心太暴露了，就往里藏，往里藏的过程中才会产生那个拖拽型的血迹。一个人是比较难完成的，2个人完成会更合理一些。这个过程之后，他们有重新回到村中，在10点55之前，他就到了这个现场，把老太太搬到了后备箱里，然后把她搬运到乱石岗之后，进行了一个焚烧的行为。乱石岗检测到的大部分物证都是教练的指纹跟 DNA。已有的信息里面没有采集到跟学员相关的内容，但是也考虑到是我们采集的物证不足的问题，所以就是还需要对他再进行更多的就是审讯啊之类的工作。2个组的都汇报完了，然后呢，就一会儿呢就把他们全部请进来。我们去，把他们全叫进来。这个案子实际上是比我们前期去考都难，这种案子是要求是个时间观念很强的。那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法医的要求就很高了，你得快速做出识别，快速做出判断，能够得到的情报线索，能够肯定的，就赶快告诉你这个其他警种。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上小芒 APP 1.54元得100元礼包，感谢小芒 APP 的大力支持。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好，刚才呢，这个2个组分别把这个案件的死亡原因和尸检重建都做了汇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案件真相先说一下。那么，请队长。好，队长在这里。好。第6案案件真相。3月16日，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奶奶突然思念死去的老伴，于是呢，孤身一人乘上了开往爷爷家乡的公交车。到了村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半了。奶奶到了爷爷的坟前，将给爷爷做的点心放上，拿出白酒，再将买来的香烛点上，
一阵风吹过，香烛熄灭。这个时候天擦黑了，奶奶呢也情绪激动，导致阿尔兹海默症犯了。因为每天能碰车的时间很少，学员便私自找上了教练，希望能晚上偷偷加练一下。当晚大约7点多的时候，两人将车开了出来，因为教练分心在做自己的事，在加班，好不好？导致学员失误碰到了奶奶，奶奶摔倒昏迷了过去，两人赶紧下车查看，以为奶奶死了。教练提议抛尸，学员同意后，两人将尸体搬到了对面的水泥管堆积处的一处缝隙里藏了起来，之后将车开回了驾校。两人一同清理了血迹之后，各自回了家。事后，教练在家越想越觉得不妥。教练自己去抛尸点，将奶奶从水泥管的缝隙间抬出，再次搬进了后备箱。教练将人运至乱石岗，把奶奶放在堆积的水泥管里，又倒上了汽油，点燃了火，再次开车回到了驾校。这个时候的奶奶并没有真正死亡，反而是被点燃了火，活活烧死。教练回到驾校后，再次对车进行了清洗，直到3月18日尸体被发现。那么这个案子呢，实际上到最后呢，这个案件的死亡原因是损伤加烧死。其实当然已经问了很多法律上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我们就请我们陈教授讲一讲。第一个是这两个人他们量罪，第二个就是这种现场这个证据链怎么去构建起来，在场的不在场的这种证明。其实，在我们的刑事司法活动当中呢，从证明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一个量的规定，但是我们其实也有一个规则，就是孤证不能定案。尤其是仅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的情况之下，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能够定案的。都是教练安排的，我们压根儿没烧尸体。我不敢相信他还能把尸体给烧了，这种事儿他怎么能干得出来？诉讼的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是最高的，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这个排除合理怀疑，通过不同证据的种类综合起来，能够形成一个证据链的闭环。就乱石岗的这3个物证，现场助燃物、打火机以及木棍的上面的 DNA 的提取，显示都是由教练留下的。乱石岗检测到的大部分物证都是教练的指纹跟 DNA。那么最终认定这个案情所得出来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一切的合理的怀疑。那么到达这个程度，我们说就可以定案了。回到我们这个案件，学员和教练私下协商偷练车，撞伤老人，并且将老人带离掩藏的这个行为，交通肇事罪，对不对？而且学员和教练是共同构成。那么而后呢，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毁灭罪证，这个教练又将老人转移焚烧。那么从这里开始，事情开始转化了，就是因为当时老人其实还活着，没有死。对于教练来讲，除了构成交通肇事罪之外，他还构成过失致人死亡。我们本期案件呢，其实它很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的法医他们是专业的，千万不要试图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外一个错误，掩盖错误常常就是最大的错误。所以我们要守法，保护自己的安全，保护别人的安全，是吧？收归到人评上面来了。其实这一次呢，可能就我看到的情况，可能还是有危险的。陈师在点头，就先把这个事情要跟你说一下。
我在你们这个组从开始到后来一直在观察这个事。你在这个里面一个领导的这个职务这个位置上面，基本上是没有好好的把控的。我举个例子，你们3个在这就看这个解剖的时候，刘涛一直在讲，哎，脑袋为什么会骨折？下肢为什么骨折？那他那个头上伤怎么超出的？哎，他那么多骨折是怎么？然后他耻骨那手上也有一个，那如果他是大出血死的呢？啊？到底是出血死的还是被烧死的？所以可以看一下那个管壁底下有没有血迹。因为你现在如果把这个骨折这个事情搞清楚的话，这个情报就反过来就要递给他们了。哎，我们可能怀疑他是一个交通，但是当他谈到这个时候，被你打岔过去了。还有一个事情，今天在汇报的时候，你说这个脑组织游离，在解剖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头部打开颅腔，脑组织已经游离了。因为这个脑组织就没有游离这一说，是你误判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可能拖累了整个组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给予分很低很低，58分。千万不要灰心，说不定还有峰回路转的时候。担任这样一个位置上面，去犯这种错误还不顾及到别人的话，我觉得他要这该负的责任还得负。所以就给他一个58分，我就想给他一个危机状态，可能会是不是会激发他一些潜能出来。这边2个女生，像晴晴，她的直觉非常厉害。她昨天在判断这个人的个人识别的这个上面，包括这个去搜索这些物证上面，还做得比较好。看到花纹样式的一个印记，疑似轮胎印。量一下身高吧，时长。但是这一组里面呢，相对来说，徐宁就是比较好一点的。都是同一辆车，跟我们现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那他是不是被教练车撞到？为什么觉得他遭受过交通事故？因为他脚上是有一个损伤的，背部也有损伤，头部也有损伤，就是比较符合那个交通事故损伤3联症的。所以给了你的是86分，像晴晴呢给了一个80分。那梓潼呢，发现这个睫毛这时候你是没发现的。好的事情就是按照他们的委托下去重新看照片，相当于重新看尸体，然后迅速的把这个拍了个照片放上来了。这个睫毛后征肯定是有的，但这个耳爪状改变它不一定有。我看一眼，我再给你们确认一下。所以后来这个照片上来以后，很快就确定这个人是一个活着烧的。所以整个来说，你昨天呢，我就是去一个中游的一个状态，给了你84分，最高分我给的是刘超宇，给了他94分。昨天其实在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上面，就是追这个伤，成伤机制你如果搞清楚的话，基本上这个案子就会走捷径了。无论怎么讲嘛，你多次都往那边靠了，你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坚持，我觉得你可能这方面要加强。因为这个案子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个信息都不太对称，所以诚实也不要气馁，沉下来，扎扎实实的，好不好？好。那么这个案子呢是个真实的案件，这个奶奶的儿子提供了一封信。小齐，去念一下。好的。信上写了：“致爱人，老伴儿，别为己时，书音细念，一晃至你离去，已然14余载。昨夜梦到我俩重回大学校园，于1978年3月16日相恋。那日我们去湖畔赏花，又在夜间赏月。你喜欢海，我喜欢孩子。我们谈及孩子，诗意盎然。今晨醒来，泪湿枕巾。一看日历，今日正是3月16日。老伴儿，
也不知道该不该讲。我年龄大了，记性越来越差，常常记不住人，记不住事，但我总是记得我们50多岁的样子。那天我做出一个决定，在我离世后捐出我的遗体。我希望把我的遗体用于祖国的医学科学研究，让无数个像我们一样的家庭免于如此残酷的丧亲之痛。这之后的数年，我会带着你的照片，和你一起去看遍祖国各处的大海，以梦为马，驰骋天涯。奶奶，3月16日。他实际上在那个地方烧香的时候，实际上的信里面也是这个内容。就是我们每次在做这种案件以后，可能会对我们有些思考，啊，就是人生怎么去面对这种死亡。就感觉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我们去记录。更多的时候，要珍惜当下，珍惜身边的人。其实我们看到老奶奶，她虽然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但其实从她所有的这个生活习惯当中能看出，她一直在坚持一些锻炼的习惯。第二，她也在吃维生素啊，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的身体。是因为这位老奶奶在此之前的时候就签署了一个遗体捐赠的协议。但其实，在我们在座的各位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因为我知道艺林之前也签署了这样的一个意愿。在我们助力团当中，也有一位成员之前做过器官的捐献，就是我们的雨帆。雨帆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能不能跟我们也讲述一下当时具体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因为我从小我的视力就非常好，直到现在也我觉得很好。当时也看到很多人，因为没有眼角膜啊，没有一些视网膜这些东西，他们看不见啊。包括我从小其实身体不是特别好，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好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两个人都非常有奉献精神，也非常有爱心。对于这样的他们能做出这个决定的人，就是表示崇高敬意。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求大家都要这么做，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去了解这样的想法，也许自己也会产生这样的思考。所以我想基于这份思考之上，和各位分享一位老者的故事。这位老者是一位参与过抗战的英雄，一位老战士。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老人家因为工作的原因和当时的武汉后是89岁，他的遗体也被送往了武汉市红十字会同济医学院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这位故事中的老人家呢，叫做刘青兰，也是我们刘良老师的父亲。
他走的时候不在场嘛。那天晚上我是赶到医院去的时候，我进电梯就是下电梯的时候，他的遗体就推到电梯里面来了。所以我就跟那个解剖教研室的认识的一个人，我说几乎是求他，我说你能不能这样给我一个破例，就让我父亲的这遗体你运到学校的时候，你给我留半个小时，我们家人赶过去，就道个别吧。就在那个大厅里面，跟他鞠躬啊，低头啊。我小时候从来没跟我父亲什么接吻啊、拥抱的，哪个孩子们？但他走的时候，我是对着额头狠狠亲了一下，然后就让你进去吧。完全都没有猜到会是刘老师的父亲。他这个感动还很复杂，包含了一些无奈，然后悲痛，我无法形容这种感觉。我为什么开始一直反对，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学校解剖教研室的公安法医系是隔壁，我每天要去上班的话，我就面对我的老父亲在那边，我觉得不能接受。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改变呢？因为我们武汉市它是有一个地方专门给这个器官或者遗体捐赠者的，有一个碑，它每个上面就刻一个名字。这样的话呢，我不管是不是真人在那，这个牌在那嘛。我们从最开始第一块碑，我们武汉市第一块碑上面大概只有4个人，到现在越来越多，往后不停在增加，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事情呢？我们每年大概有300多个学生吧，他起码是有好多学生是用了这个，起码是练习了知道人体解剖这个结构是吧？所以它还是有价值的。所以心里话就是感谢他吧，除了养育以外，给了我很精神上的鼓励。人类的健康这个是无止境的，它会需要很多的这种样本来做这个。我觉得他们是比我们普通人要更加高一个层次的人，他们是奉献者，很伟大。当初我父亲走的那天晚上就在这儿，我跟他简单的告了个别，吻了一下额头，然后就送到那个里面一个大池子里面去了。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是我们同济医院的生命科学馆。我在大2的时候上系统解剖学，可能7、8个人为一个小组，然后大家会共用一个大体老师。一个学期你也就只有动手那么1次机会、1、2次机会，然后只能对一个部位进行解剖，学习资源真的很紧缺。我早上要了个表，去你帮我指导指导该怎么填。当年我最反对的，最不愿意他们捐的，但是慢慢的会接受这个事情，真的。你现在会回去想起，我觉得我父亲挺伟大的。我签这个时候，终于觉得我可以和我爹妈在一起了。我母亲也签了字嘛，
可以团圆了，以后可以帮助他们了嘛。确实我要为母校做点事情嘛，因为学校里面还在很困难的。希望给到我们的后一代学医的多点实践的机会，多点动手的机会。我们现在有新的考核任务了。有一年的4月4号，公安局接到报案，有一个男性的尸体非常离奇的死在湖边上。刚好那天是清明节，定是什么非自然的力量在作诡？诡异的死状，无法解释的绳索铁锤，用来绑杀人犯，人力不保，是时候未到。这一次是一个单兵作战，各自去看现场。有血迹的杯子，有明显打斗啊。插孔是有一个烧焦的痕迹。这个男性他的一个精神状态不太好，不像自杀，身上的绳结比较奇怪。其实绳结是提示很多信息的一个点。这个绑法自己都可以绑。哇，起火！哇！他是想伪造一个被人杀害的这样一个，有可能啊。排了一遍，我就把7个死全排完了。我说他应该活着，活着。应该要活着。好家伙！咱们回去现场确定一下活没活。在这个大的这个会议室，一个个进行汇报。陈实是面临这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如果这次不及格，可能面临着就要离开我们。之前几次成绩不理想嘛，还有2次到了不及格的线。我也知道3次的话就不得不离开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环境。我今天给予分放开了自己的心态，不要去纠结于一时，或者是把成败搞得很那个。我觉得长远的是最好的。快去抱抱弟弟。这个你认识吗？现在芒果一哥。哎，没有，芒果的一个哥们儿啊。我不是来帮助2位实习生的吗？我们的推测可能会干扰到他们的一些。这件衣服我不知道是不是从芒果 TV 的服装库拿来的，因为我之前在节目里面穿过。3、2、1，到了！真的吗？来。你们还真上啊！今天有机会啊，除了这个门就没机会了。给您加个字。你敢？不是说仅此一次吗？对，不上就不及格，下次不及格。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有人欢呼，有人孤独。感谢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共舞，一路前行，仰望星辰。也许告别，也是新生，走在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
上微博参与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话题讨论，边看边聊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初入职场的我们官方微博，了解更多案件隐藏细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职场、微博政务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QQ 阅读 ，WiFi 万能钥匙，百度输入法墨迹天气 ，YY 直播智行 ，Zakar 一点资讯，木鸟民宿。月的另一面。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人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潮汐。我会告诉我自己。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宣誓人：向勤勤、屈意林、陈实、刘朝玉、徐子彤。